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星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谁将与你相遇，为何相见。那今天呢，我们在做这一期占卜的时候呢，是正值2024年的一个年底，所以我们今天呢，会从一个时间节点的位置啊，在过去的能量里面去展望一下你的未来。我们看展望未来的世界里，也就是2025年里面，你会与谁相遇呢？那么你们两个人的相遇是因为什么？你们的缘分是什么？你们相遇和相见的目的是什么？意义又何在呢？所以我们今天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维度，从宇宙的视角来看一下，究竟谁会在2025年与你相遇？那么相遇的原因是什么？为何相见？我觉得为何相见可能会非常的有趣有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占卜其实是两块比较不同的部分。这个会跟你相见的人，他来到你的世界，他会带给你什么？或者是说你能够从他这边两个人一起得到什么样子的成长，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我们后来具体的连结，那么这个人有哪些特质，他会是谁，他可能从什么地方和你相遇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一点两个能量，先看意义，然后再来看具体这个人的特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好，如果你对这一期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占卜的一个选牌环节。那选牌里面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那我们从左往右呢，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烟水晶这个是烟水晶。然后我们的这个塔罗牌是那个The Wild Unknown就是这个神奇的这个野外的一个 OK 塔罗牌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神秘的这个野生动物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这个是 The Wild Unknown Tarot 第一组然后呢，第二组是我们的一个青金石，这是我一个很新的宝石，加入了我们的宝石大家庭。它的能量呢被刻画成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圆满的。虽然说它不是一个满月，就是满月是圆的嘛，它有月牙的能量，但是却给我的感觉非常的饱满这个是青金石。好，作为我们第二组牌的这个能量宝石。然后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这边的能量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是水瓶塔罗 Aquarium Tarot， 非常经典的一副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第二副牌的朋友这边的一个能量好，这个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感觉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第3组。第3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月光石，月光石。好，这是第3组的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是一个跟梦境有关的一个塔罗，所以它的你看牌里的色调都是这种很梦幻的颜色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副塔罗牌。好，来，我们今天是这样3组不同的塔罗牌那为了方便你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在新的一年里，2025，谁将与我相遇？
我们之间呢是为何相见呢？请宇宙当下呢给我指引，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和自己最有连结、最有感应。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在选牌的时候对其中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个能量宝石同时的非常有感觉的话，那么我还是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呢你的能量被分在2个不同的牌组里，那么极少的可能呢，或者是说我觉得是有一部分可能也不会说那么少，就有些朋友可能会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遇到2个不同的人，对吧？也许这2个人在你的新的1年里对你的生活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都会对你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的话，那么你就非常有可能同时被2副牌一起吸引到。所以呢你也可以试都听看看啊。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看新的1年在2025谁将与你相遇，为何你们相见呢？那我们待会儿见了。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呢选的是这一颗烟水晶烟水晶太漂亮了，这个宝石它给我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清透的，非常的干净的但是呢烟水晶里面会多带一层，我觉得是神秘的力量，或者是说有些东西可能就像我们所说没有绝对的黑白，那么灰色的地带也会很干净，也会非常的透明，所以这种相悖的能量在我们的地球当中其实是非常多、非常常见的。那么这里是一颗烟水晶带给第1副牌的朋友。然后呢，我们今天是看谁将与你在新的1年里面去相遇那我们在连接这个人特质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为第1副牌的朋友去看一看，为何你们2个人会在新的1年里去相遇？你们的缘在哪里这个目的或者是这个意义何在？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宇宙的视角来看一下它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再来具体的看这个人的特点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1张牌。第1张牌我们这边抽到的这个第1组牌的朋友我看到的是 Keepers of the Earth， 它是那个地球的一个守护者抽到是这张牌。他说的是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那么古老的祖先呢其实就站在你的身旁。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牌里的画面看到，这个小女孩她其实周围有很多的周围上面有很多的人，她的祖先呢在天上在看着她，在送给她祝福，她的之前累生累世的守护灵呢也在给她送祝福，那么她今生的守护灵呢更是在她的左右陪伴着她相拥在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就是在告诉我，其实是2个不同的能量吧。第一个呢，就是第1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如果当下你认为自己有一点孤单，这种孤单的感觉孤单有的时候不是说一个人，是一种感觉。有些人呢，他可能一个人生活，他并不觉得孤单但有些人呢，他可能哪怕是生活在人群中，他也会有强烈的孤单感。所以我一直认为孤单是一种感觉，是你内心里面我觉得是洋溢出来的、涌溢出来的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可能是觉得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懂你，不是说没有人，是没有人真正的懂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孤单感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不认同，或者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怎么讲，就是陪自己、听自己，或者是说能量不够平稳这种时候都会有，我觉得是孤单的感觉。那么第1组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有孤单的感觉的话，你认为自己可能没有人真正的在陪伴你，没有人真正的在懂你，没有人真正的在你身边听你说，那么你的2025年宇宙呢会从祖先的能量里，我觉得是祖先他的一种守护祖先会派一个守护你的人来到地球守护你祖先派人在2025新的1年派人来到地球守护你。这个人跟你在很早以前这边是祖先的能量，我们就知道他是有这种过往很过去式的能量，他应该之前我们所谓，如果你相信这个前世今生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在
你之前的一辈子，或者是你之前的一辈子，你们两个人曾经是有过这个交叉的，他不是一个完全新的人，所以他来到你的生命里，2025年一定会带给你那种熟悉的感觉，一定会让你觉得顿时自己就不再有这种孤单的感觉啊，你会有一种强烈的被陪伴的感觉，被倾听的感觉，被理解的感觉，甚至是这个人他非常的支持你，支持你的理念，支持你的想法，支持你的行为，支持你的行动，支持你的理想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会在2025年你的祖先会派到你身边。这个就是我看到第一个啊，我们今天抽到这张牌，好，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谁将与你相遇，为何相见？宇宙视角里传过来的一个提点，他说的是 entrapment， 被这个监管或者是被束缚。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有可能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被太多的人事物啊，这个东西它讲的是环境，就是比方讲你周围的人或者是你周围你在想去做成了什么事情等等就是你周遭的人事物，其实他们在隐形的控制着你的人生。这个东西呢是怎么讲有的时候可能是说，比方讲周围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总放不下他，你总是委屈自己总是把这个人的想法，这个人的心意放在前面那么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他是把你拉住，把你拖住的感觉，他把你限制住了这个就是我们具象化的一个能量这是一个能量，并不是真的一个人，他把你锁在了一个很小的环境里。所以我感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这种自由感，这种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烈的这种喜欢的感觉，热爱的感觉也非常的缺乏。那么在新的一年里，我认为这个会来与你相遇的人，他跟你相见的原因，我觉得是他会在你的这种密闭的环境，密闭的空间里带给你一束光明，为你打开一扇窗，给你一个新的选择的机会，给你一条新的生活的方式，给你带来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式，来让你更加的自由，或者是说让你能够离开一些我觉得是束缚。有些束缚是我们自己夹在自己身上的。大家想想比方说我们说一定要去学个什么课一定要去比方说在这个职场里去攀爬呀，或者是我们想一定要赚多少钱呢？有些东西是我们给自己身上夹上来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其实当我们的想法变，它是可以脱掉的。但有些东西呢，它是不能脱掉的。比方讲你的原生家庭，比方讲你的父母亲，比方讲你的婚姻你已经在婚姻里，比方说你的孩子，有些东西很难脱下来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如果是这些东西的束缚怎么办？这些东西的束缚呢，就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让我们，可能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脱手，但是至少我们能在想法上，在思想上，在情感当中不至于被太多的牵绊。自由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自由，其实有好几个维度，身体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情感上的自由，灵性上的自由，对不对？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能量的层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人他来跟你相遇，他来跟你相见，一定是能让大家有更多的自由感，有更多的呼吸的空间，带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选择我只能这样，那种日子就很苦。那如果这个人来了以后，他带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一定会点亮你的生活第一副牌的朋友，他会点亮你的生活，或者是他把你拉出去，让你去打开窗子，让你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让你去换一个想法来思考自己，思考自己当下的一个状况，思考自己究竟接下来想过如何的生活。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张牌我们继续来看谁将与你相遇，为何相见的第三张牌。这边我抽到是非常聪明的，或者是非常精明的一个思想。这个 belief 其实它不仅仅是思想，它是一个信仰来的，就是你相信的是什么，
你要讲有些朋友啊，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呐、你看他每天都是非常的工作非常的勤劳，或者是说他沉溺于，比方说这个加班加点，或者是有些人他就喜欢管束别人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脾气非常的暴躁，有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是我们的一个信仰。就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对吧？口出恶言，或者是有的时候非常的鲁莽，但有些人就非常的温柔，有些人就会非常的斯文，有些人就非常的有智慧。他相信的是礼仪仍然可以去解决问题，而且是不用费这种武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信仰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信仰跟他的经历、跟他的学识、跟他的自我的认知都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看到 brilliant beliefs， 我觉得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什么，其实它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就你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世界很多时候展现在你的面前，它是美好的，因为你相信它的美。但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恶的，那么可能你看到什么东西，你都怀疑它是恶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里面，我们看到它来到你的生命，它带给你 brilliant 非常聪明的一个信仰的话，那也就是说明我们看如果说有些朋友当下是在这种被限制的一个状态里的话，那么接下来你跟他相遇，你就会有很好的想法，你对于某些事情的相信感或者是信任感，这种判定感将改变。就好比说像这个人物，我们看到他是被限制住的，他可能觉得生命里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他的信仰里面可能是生活如此的黑暗，我来这个地球就是受罪来的。那么当这个新的人来到以后，我们看这张牌了以后，可能这个女孩子她就不会这样想她的生活，她的生活里的信仰可能就变成我很自由，我充满力量。大家看她这是雪豹的能量，雪豹是守护神，雪豹非常的 agile， 就是那种非常的灵敏，跑得非常的快，在悬崖峭壁当中可以去我们在讲它可以跟那个山羊它可以去打猎，步伐非常的矫健，但是呢无声无息，非常的稳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宇宙的光芒你看一个是这个头顶，你看这个顶轮三眼轮，对吧？然后呢是星轮照亮，一直往下传送到这个地球，也就是海底轮，并且有3束光芒从背后把它顶上去所以大家感觉到就是你的信仰变了，你相信世界是有意义的，你相信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你相信自己是光芒四射的，这就是你的信仰的改变。和我们这个之前看到这个牌是不是差别特别的巨大？所以呢明年我觉得是大家会相遇的这个人，一定是给大家带来非常积极非常正向的改变。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更加像是身体上的一些东西，可能生活里的一些频率生活的一些设定会通过这个人发生变化，给你自由。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你的想法会变。OK， 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是 Healing Earth， 这个是疗愈地球疗愈地球。这个牌呢就是典型的，它讲的是明年你将遇到一个能够疗愈你的人。疗愈有的时候是自我疗愈，有的时候是和他人一起疗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很好的，比方说疗愈的导师或者是能够在生活当中陪伴你的朋友，他自然而然的，他不是什么导师，但他就是能够疗愈到你的心，那么这样子的人也非常的好。那我看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明年你就是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像朋友一样很平和很平易近人这样子的一个人。当然他也有可能不是那种朋友平易近人等会我们会具体来看。但我感到这个人的能量就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舒服，他不会太热，他一定是温暖的温柔的像这个土地一样，就是润物细无声的，带给你的却是强大的力量，带给你的是强大的一个自我的觉醒，带给你的是意识层级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个人是祖先派给你的守护者。那么这张牌讲的是 The power to give and receive healing， 是给予的力量，并且接收到疗愈的信号。那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对你是付出型，明年你会遇到一个对你付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你将得到的是
来自于它的疗愈之光。那么土元素的疗愈啊，非常的接地，就是那种让你生活变得更好。生活变得更好是什么呢？可能你吃的更健康，你作息更稳定，你身体更健康，对吧？或者是说营养更好了，气色更好了啊，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些跟工作、跟钱财、跟稳定相关的能量都变得能量提升了。它让你在生活在地球的这一生这一世感觉到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富足，更加的热爱，这个都是土元素的疗愈。这个人会在你的身边和左右，他不仅仅是思想上跟你有碰撞有火花，这个人会在生活当下和你的关系和你的距离很近很近啊，这个是你明年会遇到的一个人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陪伴了。当然了，这个是祖先给你的一个祝福，我觉得啊，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是这个人他为何与你相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抽塔罗牌，我们来连接这个人啊，我们来看看他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呢？我们来提前的看一看啊，这个明年你会遇见的他会是如何的一个对象啊，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祖先派给你的守护者究竟是谁？感恩宇宙。哦，第一张牌宝剑十，这张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这个人非常的坚韧，他非常的冷静，他不属于那种优柔寡断型，他在做决定的时候非常的干脆啊，这个是宝剑十，他能够让你就是对于一些事情啊，当前第一组牌的话，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可能如果你有一点优柔寡断呐，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有的时候下不了那个狠心呐，对吧？有的时候你心软呐，这个人呢非常的干脆啊，非常的干脆。他属于那种能够在大家看你的是烟水晶嘛，我感觉到是一种能够立刻让你看清楚黑白分明，能够立刻帮你分析出事态的严重，或者是这个事件对你的影响。有些事情你不能再等了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的到来也是去帮你做一个决定，帮你去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决定，或者是帮你去看清楚一件事情它的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个人非常的理智，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我觉得他说话的感觉就是很脆爽，就是那种感觉是很断定，很坚决不属于那种优柔寡断，而且他说事情呢非常的有证据，就是他把事情就直接说到极致，说到死的那种，你没有办法去狡辩，你没有办法去反驳，因为他说的太有道理，他属于这种这个是宝剑十，所以他在跟你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有些话可能是忠言逆耳，有些话可能是醍醐灌顶，立刻马上就是一下子斩钉截铁就把那个能量给区分开来，你就不会在迷雾当中，你就不会在摸不清楚头脑，你就马上就知道了，哦，是这样子，哦，我懂了，我明白了。虽然说可能有一点不好接受，但是能够让你很清楚，也能够带给你自由嘛。entrapment 这个是被限制住了，所以它立刻马上，我觉得它会带给你生活是一种结束。有些东西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生活里明年会有一些结束的能量那么这个人呢，他会随着他的到来帮你去做这个结束。好，这是第一个，来继续。第二个呢是权杖一，这个能量转换的也太快了我们从10就到1，权杖一呢当前是一个逆位的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他的热情如火种一样，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光芒四射。但是这个权杖一的逆位，它等待的是什么？等待的是你的接受有些东西你看我们这里宝剑十这个是权杖一，宝剑十的能量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有些东西不是说断就能断的，有些东西不是说看清楚了就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清楚，
对吧？清楚这个人怎么回事，也清楚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可是我们断不了，为什么？因为情感上有连结，因为付出太多难以抽身，因为有说不出来的苦衷，因为还对这个人这个事心存幻想，太多太多的原因让我们断不了。但是呢，这个人啊，他肯定是会让你断的。那么这个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看到的权杖一是他对你满满的热情，需要你接受，需要你接收他，需要你接受他，你得愿意才可以。那么权杖一代表着这个人对你啊，充满着他很想去探索你，他很想去了解你，他很想去跟你连接，他的热情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在燃烧着，可是你得愿意才可以。他的这把火和你之间的距离就是你愿意啊，就是你得愿意，他就会给你。那么这一束温暖，刚才我讲过这个人很温暖，这个温暖，这束光就会从你愿意的那一刻开始传递到你的生活，照亮你的人生。那么疗愈也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人啊，可能有的时候会带给你的感觉，第一组牌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并不接受他，你并不理解他，你并不真的那么喜欢他，甚至还有一点厌恶他，有点讨厌他，想逃离他，不想看见他，不想听他说话。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的冷静下来，慢慢的了解到，也许这个人的那些黑黑的东西啊，你看这个黑颜色东西，你不想看的，不想听的，却是大实话，却是你正需要的那些话。所以我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一定会接受他的，你一定会看到他的好，你一定会看到他的那种黑黑的表层啊，那种冷酷的，有一点招人嫌的那种外面最外面那一层里面的温暖光明。那么这个火元素呢，有非常多的生机和成长，代表着你们两个人这种关系啊，它是有一点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有很多生发的能量，就是说不是说一开始怎么样，然后以后也怎么样，它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你们的相处，你们的关系会慢慢的变化，会像一个种子一样慢慢的生长，慢慢的成长，关系可能会不断的变化，有的时候好一好，有的时候坏一坏，但总的来讲，你们在不断的去发展这个关系。最后呢，这个关系，你看我们这个小树苗也非常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魔法棒，对不对？像一个权杖，在显化着什么？显化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心愿，显化的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目标。OK，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人啊，我们来连接明年会跟你相遇的这个人。哇，这个人呢很厉害啦。金币10，土元素10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祖先在派给你守护者，你的祖先啊，这个人跟你有很强的一种连接，这个连接是前世今生的缘分。那么金币10的能量放到这个地方，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古老的回忆，像树的年轮，它是盘旋盘绕的，非常的深。所以这个能量我看到第一个就是在之前你们的关系，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生这一世啊。我觉得这个人在很早以前，他在跟你两个人连接的时候，他在跟你的祖先对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了很多你这一生这一世里面可能你的灵魂的任务啊，包括你的这个使命啊，包括你可能会经历的挑战啊，他们都非常的了解。所以他过来，他其实非常的懂你，第一副牌的朋友，他非常的懂你，他可能知道你性格里的一些东西，他可能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看到是他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东西在你的性格里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有些东西在你的性格里他知道怎么样去跟你沟通，怎么样去就是那样子表达，你能听到，你能听懂，从而他可以去给你带来你需要的疗愈的光芒。每个人需要的疗愈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他的疗愈方式非常的激烈，有些人的疗愈方式非常的要非常的温柔，像那个绵绵细雨一样。那么这个人他非常的懂你，他能够在我觉得是很深的地方了解你，能懂你所以他其实带给你的东西是你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你会惊讶到你怎么知道，
哎，你怎么就能够这样想？哎，跟我想的还一样，有很多的这种惊艳的感觉，惊叹的感觉。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一生这一世，他带给你的啊，我觉得这个人他跟你相遇，其实他很有可能带给你的是家。如果这个人当前第一组牌后你还没有结婚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带给你家。如果你选择这一生这一世是单身生活的话，无论这个人的性别是什么，他也有可能带给你的是家的感觉。我们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家的定义啊，已经有这种传统和非传统的能量了，非常的其实很多的。有些人他是很传统的，比方说结婚生孩子。有些人呢是寻找自己的灵魂家族，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性别是什么，甚至这个家是2个人或者3个人，就好几个人一起生活，大家在一起，大家想一想，很简单的一个那个能量啊，就是那个抱团养老。虽然这个东西可能是老年人啊，但是年轻人现在也这样啊。比方说有这样子几个人啊，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去生活，甚至在一起住在一起，一起生活。我们在地球的每一个灵魂，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归属感的，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灵魂，或者是好几个灵魂跟我们一起。大家想想那个美剧里的 Friends 朋友，他们其实就是好几对，但他们都是在一起。其实那些人都是在一起的，不仅仅是结婚的那几对啊，他们有的是兄妹关系，有的是朋友的关系，其实他们都几乎是家人了一样，对不对？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愿意听，都愿意去想，都愿意去为他花精力，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个金币石给我的感觉是，它会带给你家的感觉。无论这个人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带给你家的感觉啊，以男朋友女朋友的方式，未来老公跟老婆的方式，或者是以灵魂伴侣的方式，他会带给你家的感觉。你会在他身边停下来，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会停在他身边，你会停在他左右。金币石我们看到它形成的是一个4方形，4代表的是稳定，代表的是稳固。那么最后这一个金币，这个五角星是红色的，代表的是在你们建立的这个家，打个引号，这个圈子里面，你们会有一种想回去，总可以回去的感觉，一份安全感，一份稳定的感觉。你们会在这个里面分享很多，你们会在这个里面找到属于你们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世界的大小可能就是我们家的大小，这个家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在经营的这个家就是我们经营的这个小世界。金币石啊，这个人呢，他会有很好的，我看到啊，就是这个人会很好的，可能他会有一些很好的家境吧，或者是说他的 family， 他的这个家庭，原生家庭非常的幸福，或者是非常的和乐，非常的支持你们，非常的赞同你们的相处，你们的相遇。这个人会有很好的，比方说文化呀、教育的背景啊，非常有素质，非常有文化，非常的。我还看到一点，就是这个人可能会。他可能会在这个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有比较好的一个物质基础啊，比较好的一个物质基础，所以他带给你的东西啊，我也看到是什么资源，他也有可能带给你资源。这个资源可能不仅仅是他这个人本身带给你的东西，也有可能他会带给你一些生活里的机会，比方说新的工作机会，比方说他会让你知道的是鼓励你去尝试你想做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自由的去做，你就会开心啊。这个人也有可能带给你一些资源啊，这个是金币石，对。好，最后一张牌，最后呢，我们看到是金币3的一个逆位，金币3的一个逆位啊。不见山峰，只见山底啊！不见山峰，只见山底。我们看这个金币3，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山，对吧？但是金币3是一个逆位，所以我们看到是山底，而不是山峰。有些东西啊，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有些东西呢，不是我们在讲啊。有些人他可能很会包装，有些人很会把自己就是弄得很好。有些人呢，可能他喜欢换一个方式。他喜欢的是别人看到他的本质，而非他表面的一些东西。就好比讲，也许有些人他很有资源，但是他不希望把资源变成谈判的资本
有些人可能希望以他的人格魅力，或者是以他的这个好的这种主意、创意来打动别人，而不是让别人看到的是他能够带来的资源啊。有些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只见山底而不见山峰的能量，金币3代表着第一组牌的朋友，明年你将遇到的这个人非常的有思想，非常的有底蕴，他是一个越走越深的人。越拨开越了解他，你会越爱的人，你会越欣赏的一个人。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其实还是有一点阅历的啊，这个人的能量还是有一点阅历的，有一些可能非常不一样的经历，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家庭背景，或者是说这个人呢他在对，因为我看他是祖先嘛，所以这个人呢，他跟你的缘分非常非常的深。这个人有强大的力量 ，OK， 这个人有强大的力量啊，他的力量呢，能够去非常稳定的去保驾护航他自己，同时这个人的力量呢，也可以非常充沛的去帮你啊，去帮你，去疗愈你，去给你一些你明年可能非常需要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在地球的这一世的相遇，来自于祖先带给你的守护者，所以这个人他可能会从你的祖先那里带来一些你需要的帮助。你的祖先看到你在实现你祖业里面想要去实现的，或者是你的祖辈啊，你的 DNA， 你的这个线里面，你们这一代人里面想要去实现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你们业力当中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去释放这个能量的时候呢，你的祖先就像是派来一个帮手，在明年的时候去帮助大家，帮助第一组牌的朋友，帮你去完成，帮你去实现，帮你去脱困，帮你去脱离。这个有可能是一些业力啊，这个业力它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它可能是你们这一个 DNA 里面的一些业力啊，去帮你。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人，也有可能是你的，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DNA 里面的一些性格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我们会如何的思想啊，他有的时候人呐，只有在彻底的突破一个局限以后，才会真正的领悟，或者是真正的打破业力的循环。OK， 所以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对。好，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的土元素啊，这个人应该是工作啊、学业啊，或者是你的生活啊，在生活层面啊，你会跟他两个人有很多很多的连接，在地球之上的显化是非常亲密的，是非常，他是会见面的，他是会有这种见面，身体接触，或者是说有这种触感，一起吃饭 ，OK， 有这种能量啊。那么我们今天最后的一张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让宇宙给我们最后一个信息 ，OK， 关于这个谁会与你相遇2025啊，我们来让宇宙给我们最后一个能量提点，看是什么啊？感恩宇宙，谁会与你在2025相遇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挑战和欣赏。挑战和欣赏。首先呢是挑战，所有的真正的灵魂的连接是有挑战的，但是呢你们要一起去克服，你们可以一起去克服。说明第一副牌的朋友，明年你将遇到的这个人呢，你们两个人会经历一些事情，你们将共度难关，你们将一起解决一些问题。就像我刚才讲啊，在你接受他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就是你们的挑战。当你接受它以后，也许你要去独自面对你生活里的挑战，就好比说他已经带给你了那个灵感，他已经带给你了资源，但有些事情还是你自己得做呀，还是得你亲力亲为呀。所以你看，明年要么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度过一些挑战，去完成一些挑战，去征服一些事情，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是一起，你们的心会在一起，你们的能量会在一起，有的时候甚至是一起去做。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自己完成。那么无论是什么，最终将一起完成，克服你们生命当中的挑战。你看，第一组牌的朋友，完成挑战，你将重获新生，你将获得自由，你将看最高的山，你将欣赏最美的不一样的风景。挑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这个 admire 这张牌非常典型，就是你欣赏他，他欣赏你。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啊，如果是关系好的话，一定是看彼此的优点；两个人关系不好的时候，一定是看彼此的不足或者是缺点。那么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你们的关系会成长，会蜕变。那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最后呢是相互欣赏的关系，你们也会彼此去念彼此的好，欣赏彼此的好，相互欣赏，相互赞同。那么这个人他帮助你实现你的心愿，他帮助你离开你的这个阻碍，他帮助你实现你的祖先派给你的任务，他的任务也实现了啊！你看他带给你疗愈，他的任务也实现了，所以两个人是相互的欣赏，相互的需要，相互的支持，非常好的一组能量啊！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谁将与你相遇，为何相见的这个具体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青金石，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月亮的形状。好，我们把它放到一边。那今天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要来看的主题啊，是在新的一年里，谁将与你相遇？然后呢，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见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那今天我们是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啊原因啊、理由啊、宇宙视角的一些缘分啊相关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塔罗牌来抽出关于这个人的具体的一些特质，来帮助大家去提前的看一看究竟会是怎样的人，或者是说你们会怎么样去相遇，在哪里会遇见啊等等相关的信息。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谁将与你相遇里的为何相见。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我帮你们抽到第一张牌啊，为何会跟他相见呢？那么第一张牌呢，我抽到是这个雷姆尼亚。雷姆尼亚呢，相传呢是一个消失的大陆，它曾经是存在于地球之上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消失的大陆里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这个完美的世界里面，人人平等，或者是说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一个小蚂蚁，或者是一轮太阳，都是平等的。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维度里面，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因为平等，所以呢，大家都在一个和平相处的一个状态之下。就好比讲，人们生活的世界和野生动物生活的世界相互并不打扰。你生活你的，我生活我的，你在你的世界里啊悠然自得，我在我人类的文明世界里面 OK 每天都是好好的生活，相互并不打搅。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雷姆尼亚的世界里，就是我们在讲的太平盛世，就是我们在讲的天堂在人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是随着一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呢可能看不到这个雷姆尼亚了，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国土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可是呢，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抽到了雷姆尼亚的能量，并且是对应在你即将明年会遇到的这个谁，说明什么呢？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的这一段缘分，或者是这个关系将会是无比的平等，无比的和谐的。那么我们讲到平等跟和谐，这个能量其实听起来很大很空。那么具体到了情感关系，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其实会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不过不会太过于的去热烈，不会让你焦虑。有的时候啊，这个感情如果来得太凶猛啊，来得太热烈，虽然是会让你非常的激动，但是也会很容易让你焦虑，让你产生很多的想法，让你可能晚上睡不好觉，让你白天可能都会去想一些事情，想着关于你跟他的种种啊。但是一段关系如果真的它的频率很高的话，其实这个关系会就是那种存在和不存在没有绝对的差别。也就是说，这个关系会给你的感觉是那种你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被打扰，而这段关系只会让你想到的时候是一股清淡的甜味，让你想到的是那种 OK 他跟你之间那种距离感是把握的刚刚好，
你不会被他太过于的影响，但是呢，这个人又触手可得，又可以让你在伸出手就能触摸到的地方，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舒服，而且这个舒服是那种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指引牌雷姆尼亚啊，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这个第1张牌。为何会跟他相见？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出现啊，就好像是他的出现要带给你的是天堂在人间的感觉。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啊，第2组牌的朋友，你觉得可能没有像天堂那么的完美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可能会让你觉得生活里就是变得更好了。我们在生活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能量的层级，大家去感觉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不快乐，我生活的不好，我心情很糟糕，我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或者是我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关，有很多我摆脱不了的人，有很多我摆脱不了的事。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呢是我的生活很平凡，没有什么太讨厌的人，也没有什么太讨厌的事情，但是也没有特别让人激动的，也没有什么让人特别好像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那种很奇幻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平淡的感觉，这个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是超出于平淡。超出于平淡，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在平淡稳定的基础之上有一个跟你心息相惜的人，你们2个人可能可以一起去谈天说地，你们可以一起去完成梦想，或者是他有他的梦想，你有你的梦想，你们相互并不打扰，但是呢又能够彼此的去成就。可能这个是我们更加理想的一种这种方式啊，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我们所谓的天堂在人间，是吧？所以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啊，无论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划分，哪一个层级，我觉得你明年会遇到的这个人，一定是把你的生活带到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和谐的状态。而且这段关系给我的能量的感觉是非常的平等不属于你一定要付出多少怎么样，一定要去追怎么样，或者是你要使多大劲怎么样。而我的感觉是，这个关系就是它来得很轻松，很平淡，很平静，但是却这个美好的能量是持续不断的去跟上来，持续不断的去滋养着你们。这个是我们的雷姆尼亚。然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指引牌第2张牌为何去跟这个人相遇呢？明年为什么要跟这个人相见？我抽到这张牌呢是 love， 是爱。这个爱的能量我们不能够被这个关键字只看这个关键字，我们要来真正的看一下这个牌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公主吧，她站在她的城堡里那么她的背景呢很明显是一个卦象这个背景呢是一个男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再仔细的看这个女生，她的这个手边其实它是一个桌子。今天的光线不是很亮大家可以看一下桌子上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木偶。这个木偶很像我们就是看的那个小时候看的那个什么鸡皮疙瘩呀，或者是那种外国的西方的那种，就是公主她不开心，可能就在那个娃娃上扎那个，对不对？很像那个小木偶然后旁边就是红酒，而且是泼出来洒出来的红酒。所以呢，这个能量不禁让我想到是什么呢？这个男人也许就是他想要的爱，但是他没得到，或者是说这个男人不在他身边，他非常的想念他，所以他喝酒，他在思念的过程当中以酒买醉在排遣自己的这种 desires， 就是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这些欲望。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能量里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是一个他手上的这个 elixir， 就是这个我们讲那个那个大家看哈利波特不是有那个炼那个魔药嘛，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魔药。这个药是什么呢？是生命之源。这个药是什么呢？是解药。这个药是什么呢？这个药是他需要的一个东西。这个药本来应该是挂在他脖子上的，但是他拿下来了，对不对？好，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这个男的。这个男的他的表情是看向他眼前的这个女士，但是这个女士呢却没有与他对视。所以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来自第2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就是从这个抽的这个牌里，我感觉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有几个信息。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认为明年你会遇到的这个新的人，他有可能是你当前爱而不得的人，
或者是你当前想要去跟他相见，想要跟他在一起，却不能够在一起的一个人啊。我听到有一些这个能量。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你们需要去离开一个你求而不得的东西，一个你求而不得的关系，从而才能够在明年，我觉得是重新跟一个跟你平等、跟你能量能够同频，能够给你相平等和相互互换的一段爱。那我们今天两个能量，第一个呢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在当前可能爱而不得的人，明年他会回到你身边啊，他可能会跟你相聚，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们明年的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我抽到的就是你明年会相遇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爱嘛。你当前买醉也好，你当前思念成疾也好，你当前痛苦难熬也好，我是感觉到这个人他其实心里是有你的，那明年他很有可能会来跟你相聚这是第一个少数朋友，我觉得是这种能量。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是当前你有一个爱而不得的、求而不得的，或者是这个人让你很伤的一个关系，他其实是需要你去勇敢的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那勇敢的走出来之后呢，是迎接明年真正的爱。什么叫真正的爱呢？我们看到这个雷姆尼亚，其实真正的爱的能量非常的，就是它不是那种让人爱得很累，让人觉得爱了以后会很苦，或者是让人觉得爱了以后会很痛，不是这样。真正的爱是让你觉得轻松，让你觉得很平静，或者是这个爱让你觉得心里有一种淡淡的甜味。所以我看到就是明年我觉得这个解药，今年大家这个从脖子上拿下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个，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灵魂是液体的，就是挂在脖子上拿下来，有一点迷失的，或者是有一点就是很恨可能会有一点恨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明年你会重新为自己带上这个灵魂的一个能量，就是为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一个能量点，让自己重新可以去好起来，让自己可以重新去面对你的生活，从而可以去迎接这一份来自宇宙给你的祝福。雷姆尼亚好，为何跟他相见？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我们的两张牌这个今天我们是3组牌一起来诠释这个能量。第一个呢，我抽到的是大地魔法，第二个呢，我抽到的是神圣的感恩。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大地魔法吧。大地魔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生她是骑着这个白色的一个骏马飞驰在这个土地之上。那么它的背景呢是一轮太阳。这个呢讲的就是明年你与这个人相遇，你的生活将大步的往前跨一步。OK， 你会变得更加的勇敢那个第二组牌的朋友，明年你会变得更加勇敢。无论这个勇敢可能是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是要跟这个人相遇的话，是你现在求而不得的这个人的话，可能需要很多的勇气才能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们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才能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么明年就是这个克服困难、移除障碍的能量和时间点。那么如果是当前这个人他让你的生活很痛苦，明年你会遇到新的人的话，那么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移除你当下这个不对的人，移除当下这个让你痛苦的事，移除当下让你觉得走不出来的这一个漩涡。明年你会大步的向前，乘着这匹白马飞向太阳的方向，去与自己真正有缘的人，这个真爱去相遇，去相见，并且是勇敢的爱，打开真心的去爱。爱需要很多的勇气，一旦爱了就有可能输，对不对？可是如果不爱的话，谁都不会赢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无所畏惧勇敢向前，移除障碍，跟自己的爱去连接，跟自己心中真正的这个 desires， 这个是想爱的能量去相遇。所以我这边也看到有些朋友，我觉得是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大家心里的一个未来的，比方说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也就是说你当前可能心里其实是特别想要去得到一份爱的，或者是说非常期待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明年降临在你的生活里。
那么这个人当前他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个画像里的这个男士所代表的是你理想中的一个人。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二组，你的生活是无忧的，你的生活是很舒服的，但是呢，谈不上奇妙的，谈不上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很伟大的，谈不上我们所谓的那种天堂在人间，没有那么好，因为你还是缺少了一个，你认为缺少了一个真正跟你连接，你很渴望我们所谓的这种爱的能量，那么爱的能量当前还没有来到你的生活啊，那么明年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是跨越这个能量的。这个所谓的障碍我看到就是说它分两个能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其实我讲的很多，就是外在的障碍，包括一段不好的关系，包括阻碍你的事情，包括时间上的、地点上的这个都是外面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阻碍是我们内在的，也许是我们对爱的焦虑。这个焦虑和恐惧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来自于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对爱的理解，来自于可能我们生长的环境给我们的一种思想上的枷锁。这个阻碍也有可能是对于亲密关系的一种恐惧，就好比讲，你可以跟人保持距离的相处，但是一旦谈到这个爱的能量的时候，它需要你走近距离。走近距离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怕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表面的那么好，或者是因为很在乎这个人，很想得到这个人的赞同，所以很害怕把所有真实的一面告诉他，或者是让他知道一些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能量就是有好有坏，有黑有白。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移除障碍，也是去移除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这边内心对爱的恐惧，内心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当你能够展示真正的自己能够去把一些所谓的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打开自己的心，不怕被他发现一些小缺点，不怕被他发现你的美中不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你会真正的打开你的心轮把这个心轮转起来，去移除你内心的焦虑，去真正的和一个人紧密的去相连，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遇见爱，得到爱。最后一张牌最后一个牌呢，其实是一张指引牌，它讲的是一个神圣的感恩。这是一个非常静态的能量。他讲的是为何和这个人相见呢？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来到你的世界他将带给你的是暂停，他将带给你的是反省，他将带给你的是感悟，而且这个人也会带给你强烈的感恩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现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了你可能一直内心当中真正的召唤，你内心当中真正的追寻，就是他会让你跟他这个能量，跟你自己心中所求的这个能量去很好的去结合，去相遇，去遇见。你也许非常的感恩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你可能非常感恩这样子的一次相遇。所以呢，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得到了我们就不再去波动了，我们也不再去浮躁了。这个时候，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明年其实你会爱得很平静。因为有这个人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我反而觉得你平静了，你不再焦虑了，你不再烦恼了，你也不再去可能会想很多，也不会再去想很多。我觉得明年的你是很平静的，平静的接受，平淡的感恩。但是这个看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动作的一个能量，其实它的频率却很高，其实它却能够带给你非常强烈的一种能量的升级和提升。很多东西我们是在感恩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去理解，真正的去感悟，真正的去迎接的。那么在平静当中你将真正的感受到你周围环境它存在的意义，它们对你而言的价值。周围环境包括人，包括事，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学习环境，包括你的老师，包括你的朋友等等等等。所以这边呢我们今天其实也不会说完全的局限于感情吧，但是感情的能量肯定是很多的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这个人他不是在感情里跟你连接的话，那你明年将会遇到一生一世的友情。如果这个是感情的话，那么第二组牌的朋友，明年你就会遇到一生一世的爱，这个是真爱降临。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是真爱降临的能量。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具体来看了。那明年呢，你将迎接的这个一生一世的爱，究竟对象会是如何的特质啊？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特点呢？他究竟会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里面传递出来的一些信号啊，我们来看一下，连接一下，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啊，明年这个人是谁？宝剑9，这个是 love 这个是恋人牌，然后我们看的是权杖骑士，好，我们抽到3张牌啊，宝剑9、恋人牌、权杖骑士。首先，宝剑9。这个人他会唤你醒来，从噩梦中醒来，从这种焦虑中醒来。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状态不好的话啊，我看到这个能量，你看这个爱的能量，其实你看这个女生其实给我的感觉她并没有那么的快乐，其实这个男生也没有那么的快乐，就是我在看着你，你却不知道我在看着你，对不对？有点遗憾的感觉啊。那么爱的能量究竟这个距离在哪里？这个男的可能很想从这个画中走出来，但是这个女的也不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2个人的距离看起来很近，却实则很远。那么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距离就是心的距离，如果心不在一起，不敢的话，那么这个距离可能就是无法跨越的，无法去超越的啊。无论物理距离有多近，其实呢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就是让我看到吧，对方这个第2组牌的朋友，明年你将遇到的一生一世的爱，或者是一生一世的这个友情吧，我都感觉到这个人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很觉醒的状态。宝剑9就已经醒过来，已经是醒着的状态。那么我觉得这个人呢，也非常有可能就是让你去看清楚，去理解一些你生命当中你应该去面对的一些事实和真相。这个事实和真相可能是你生命当中当前可能有的这种障碍，你看 obstacles 阻碍也有可能呢，当前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让你看到的，让你理解的是你内心当中真正的想要去得到的，真正想要去创造的，真正想要去遇见的内心深处的欲望，内心深处的渴望，灵魂深处的一个召唤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能量好，我们可以往上摆一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OK， 然后呢，我们来看第2张牌，第2张牌就是这个恋人牌了那我还是会觉得今天这个第2组牌的朋友，几乎你们就是恋人牌的能量抽2次第一个呢是这个 love， 第二个呢又是这个 lovers 那么这个恋人牌呢，就是首先吧，我刚才讲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就是能量层级上非常的这种，我觉得是很平等的。刚才我看到平等和谐，那平等和谐跟你们的能量连接的话，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对方选择你，你也选择他；对方选择你，你也选择他。你们2个人来自很不同的方向，这个呢代表着可能2个人文化背景不同可能是2个地方居住可能是2个城市或者是2个人的这个背景专业所学的东西不一样。他可能是打个比方，他可能是理科生，你是文科生，可能这个人他做的是 IT 电子，你做的可能是文化交流，就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但是呢没有关系，并不影响这个所谓的不同却能够让你们2个人相遇的话，这是一个我们在讲南北极的一个吸引力，你被他吸引，他被你吸引。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会被不太一样的东西吸引的，但是呢，尽管这个所谓的不同，但是你们相同的是频率的相同，你们的相同是对于想要的东西的一个相同，对方想要的东西和你想要的东西是一致的，你们2个人是平等的。所以说这个人我觉得他会非常的给你自由感。第2组牌的朋友他会给你自由感。这个自由呢，我们看到可能是比方讲他愿意让你去以你的方式做事，他可能会愿意以你的方式去交流去沟通，他会愿意去倾听，对不对？那么这个人也有可能会非常的愿意去给你自由，去走你自己的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 open mind， 就是很思想上很开放啊，他是有很多的包容的，所以他不会去强行的，比方说像我们所谓的传统的一些能量，就是限制你，或者是说一定希望你按照他的想法来，不会。我觉得这个人会给你很多的尊重，会给你很多的尊重，会给你很多的平等，他会听你的他会听你的，然后你也会听他的，两个人很多事情就是有商有量的在做，有商有量的在进行。所以我会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就这个人他寄给我很强烈的一种友谊友情的感觉，就这个人很像一个你的好朋友，但同样呢，你们两个人可能又会有恋人的关系很多朋友这个第二组的都会有恋人的能量那如果这个人不是感情，你也不是看感情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非常好的一段友谊，一生一世都值得你去珍惜的友谊。第三个，这个人跟你的年龄也相仿这个人跟你的年龄相仿，这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我听到他会有很强烈的一种想法，就是想做成什么事情。这个人可能想，比方说跟你在一起，他很想跟你在一起，那么你们的感情，你们的友谊就是他的一个明年他会去集中精力，集中去把握，集中去追寻的一件事情。这个人也有可能他想做成的事情是他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事情，比方讲他想去在工作上有所成长，他想在学业上有所突破，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有很强的一种意志力，就是他很明确自己想要一个东西，并且他会很直接的去要，直接的去行动。那么这一点你会在他的行动上，或者是你跟他相遇以后，你会非常清楚的发现这是他强大的一个特质。他不属于那种很糊涂的那种过日子的人，他是目标极明确的人，而且他不仅有想法有目标，他的行动力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温度我们这里是火元素嘛，他的这种温度是非常能够去感染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很能够感染你。我觉得这种火元素也可能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你们想要去在自己的生活里点燃一把火，打个引号不是真的点燃就是那种有更多的激动的，有更多的热烈的，有更多滋味的去过你的生活，去品尝我们所谓的这个雷姆尼亚天堂在人间的这个能量，而不是平庸的过，而不是碌碌无为的过，而不是索然无味的去过你的生活。所以2025年我觉得它是一个变动的一年有很多的这种变动的能量。那么这个变动的能量往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相遇和相见的能量里面是带给你一些改变，带给你生活一把火，带给你的生活一些我觉得是催化剂，让你更加热烈，让你更加的热爱，去移除你生活的一些障碍，去让你能够在生活的大的方向继续向前，向前探寻，向前继续去追逐你灵魂的使命这个是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最后的一张牌，关于这个明年你会遇见的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会是谁？感恩宇宙。好，这个是圣杯侍者。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非常强烈的就是这是一段新的爱恋这是一段新的爱恋。这个人在感情上非常的单纯在感情上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我觉得是一种让人觉得很可爱的样子无论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什么样子的年龄这个人呢，他整体能量，我觉得他的这个有年轻的能量。OK， 那么年轻的能量呢，不限于年龄，但是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因为这个人他有可能比你年龄小有可能比你年龄小，那也有可能呢，他年龄没有比你小但是他就是那种能量上觉得他好像很年轻。我们应该遇到过一些人在生活当中看起来年龄小，但是却很成熟这种好像就是小大人的感觉。但也会有人这个年龄不小了，但是还是像个孩子，还是有那种年轻调皮，那种精力很充沛的感觉。那我看到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明年你要遇到的这个人呢，他一定是年轻的灵魂，他是彩虹的性格，无论他的年龄，无论他是男女，
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单纯，他总是保有一颗初心，而且这个人非常容易被感动，非常容易被感动。这个人很有想象力，非常有想象力，所以他的这种想象力，他的想象空间，再加上火元素的热情，可能立刻马上就能够感染你，你就能够认识到这个人就是你生命当中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我觉得是那束光啊，是那束光，是你在寻找的那个温度。这个人其实给我的感觉，他可能也会是那种比较在感情上比较偏浪漫派的啊，比较偏浪漫派，比较偏理想主义的那种啊，很煽情的那种，可能啊，有的时候他的眼神，他的这个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是柔情似水啊，是柔情似水。所以这边啊，我们看到这个啊，恋人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啊，情感的能量啊，这个牌，其实它也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人他是完全对新的爱情或者是这个新恋情是一个很开放的状态。所以我又看到什么呢？就是有可能第二组牌的朋友，因为我刚才还讲了一种情况嘛，就是你在渴望一段爱，你心里在渴望一段能够跟你爱得很深的一个人，让你的生活，让你的日子过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滋味。那么这个人跟你很像，他也在等待一段爱，他也在等待一个很特别的灵魂去跟他连接，去跟他去一起去探寻，一起去比方说把这个天堂的能量带到人间来，带到这个地球之上。有困难大家一起去解决，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我觉得是学习和成长。但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可能会带给你很多的沉思，第二组牌的朋友带给你很多的感悟，带给你很多那种暂停键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可能你有些烦恼就不再烦恼，可能你会觉得不值得，没有意义。这个人的出现可能会让你觉得能够遇见他真的太好了，他仿佛给你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一个新的可能性，让你相信天堂是可以来到地球的，让你相信的是这个世界是有美好的。这个人也有可能会非常的会给你就是创造一个美好的蓝图，美好的明天，让你很想笑啊。如果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是理性的或者是现实牌的话，可能会有点想笑，但是谁又不喜欢理想世界呢？所以尽管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太单纯，有一点想太简单，有一点太天马行空，但是在你的心里却很温暖，因为你需要的就是这种理想的能量，来帮助你相信理想，来帮助你实现理想，创造理想。这个人啊，我们看到是火元素的，水元素的啊，我们这边有2个能量啊，有可能比你年轻，是年轻的灵魂。这个人有很强的双子座啊，有很强的双子座。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比方讲，他可能会在什么领域啊？我这边看到的呢，就是比方说体育，比方说艺术啊，体育、艺术，或者是说这个人也有可能啊，我这边听到就是说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公司里的一个很有潜力的青年，很有潜力的一个骨干。就是这个人当前的能量，我觉得还没有完全走到他成熟的或者是全部展现出来的状态，因为我看到这个人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做，还有很多的冲动想去完成。他也有可能在比方说公司里在这个学院里就是处于那种上升阶段他的这个事业他的这个生活我觉得他是在上升阶段，他还在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去行动，不断的去推向前端。那么也有可能跟第二组牌的朋友跟你们的状态很像，也许你们也是在中间这个地段在不断的推进，不断的向前，还想再拼一拼，还想再往前一下。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提供你很多的动力，就好像在同样的人生轨迹里面遇到了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个战友，大家可以手牵手一起去往前走，这种感觉。所以是朋友加爱人，朋友加爱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的这个神谕卡里给出的信息关于这个人来自宇宙的一个提点，还有什么补充的能量呢？我们来最后看一下。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拥抱和吸引拥抱和吸引这个呢，就是宇宙跟你讲就是明年呢，宇宙会有这种
命中注定派给你的这种一生一世的爱，或者是一生一世的友谊这样子的能量啊。那么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要做的就是拥抱它，打开你的心去接受它，去赞美它，去迎接它。这个是命运给你的安排。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不用太做什么，就像我看到这个雷姆尼亚，有些事情就是很随缘啦。那么缘分就是明年会有啦。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明年就是会有缘分。那么这个是一个真爱的能量啊，会降临在你的生活。那么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来讲，这个就是你的友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会降临在你的生命，这个是命运给你们的安排，拥抱它就好。好，轻松而简单的爱。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边是吸引啊，他说的是这个宇宙啊，它其实是有我们每个人啊都有一个宇宙安排的一个灵魂的伴侣啊，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宇宙安排的灵魂伴侣。他说，当两个这种宇宙安排的灵魂上的一个伴侣的话，他如果是相遇的话，他们相互的吸引其实是可以超越平庸，超越世俗，超越表面。那么这张牌其实给我真正的能量，就是在讲你和对方的吸引力不是表面，不是看所谓的条件，而是真正的因为品质上的一些东西啊，品格上的一些东西，灵魂上的一些东西，性格里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在讲表面之下的那些东西。对于你这个人，对于他这个人，大家是相互的去赞许，相互的去认同，相互的去欣赏，相互的去感谢。所以这个吸引力它很深，它很稳固啊，它也是可以去我们在讲可以长存 attraction。所以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是明年你的这个能量里面啊，会有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很像一个你的贵人呐，既是你的朋友啊，又是你的爱人呐，他会来到你的生活啊，他会带给你天堂在人间的感受。所以呢，这里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明年即将跟谁相遇，为何相见的一个提点和讯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带给大家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月光石。好，我把它放在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和连接的这个能量是说，在新的一年里你究竟会跟谁去相遇？那么为何去相见？可能我们在每一年里都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都会看到很多新的人，可是呢，总会有那么一个或者是两个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可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灵感，或者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改变。所以呢，今天我们是着重来看，在新的一年里，究竟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会是谁跟你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你们两个人相遇和相见是为什么？一定是有一个原因，一定是有一个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探寻这个缘是什么，为什么要相见，然后呢我们就来具体的连接这个人他究竟会是谁，然后呢他的具体的一些特质有哪些。好，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给大家抽的几个牌卡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指引牌好了。首先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指引牌我抽到是安娜这个是 Jesus 的那个奶奶这个牌挺有意思的。这个牌呢，其实我们从这个能量里就可以看到，安娜是她的名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知道安娜是指这个耶稣的奶奶从这个能量里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耶稣，都知道基督，都知道这个我们所谓这个 Jesus， 但是我们可能对安娜并不是很了解。可是呢，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安娜很早，至少是2代人之前就来到了这个地球，就已经帮助过人类了。她其实起到的是一个奠定基础的一个作用。她可能在人们的心中没有耶稣那么的重要，那么的知道，那么的了解，那么的有名气，但是呢它同样的重要。所以从这个能量来看，我感觉到什么？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谁将与你相遇，为何相见？你们2个人之间的缘分和能量很微妙，
很微妙。我这边看到是什么呢？叫做打个引号啊，不起眼的爱。有些爱好像很轰轰烈烈，爱得很高调，爱得很明显啊。有的爱呢，它可能是很低调的，它可能是不那么明显的。那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有的时候啊，可能有些东西就是真的走到你心里的一些东西，可能反而没有那么的激烈啊。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它很深沉，它没有那么的激烈啊。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质啊，是在明年你会相遇的这个人啊，我觉得是在你们的缘分当中，我就感觉到，就是我抽到这个牌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到的这个能量就是不起眼的爱。啊，不起眼的爱，这个人可能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他给你提供的，他能够带给你的是很基础的、很不起眼的一些东西，但是却同样的重要，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没有那么的明显，没有那么的漂亮，但是同样的有价值。啊，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很有特质的，也是很不一样的啊，一个很特别的能量，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好，所以呢，在这个能量里吧，其实我还有一个信息给大家啊，就是我听到的是有暗恋的能量啊，有暗恋的能量。第二个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还听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微妙啊，很微妙。可能你们两个人啊，明年所谓的这个缘分，所谓的这个相遇，我觉得可能会在相处当中有一点微妙。有一点点，有一些朋友啊，因为如果这个人他是你的爱情相关的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有一点暗恋的能量在这边，也许是你暗恋他，也许是他暗恋你，也有可能是一起去暗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听到，如果说这个人啊，他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因为明年嘛，就是1年的时间嘛，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去走感情这个路线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在生活当中默默的帮你。啊，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会默默的帮你，或者是他会在你的幕后、台前和幕后，这个人更像是在幕后，会带给你很多的基础性的保障，来确保你可以走上你的舞台的中央。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好理解啊，我们去看这个能量，有的时候大家去想一想，就是比方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可能你去舞台表演，打个比方啊，你要去表演节目，那么表演节目的时候，幕后可能会有化妆师，表演节目的时候，幕后可能会有这种舞台的这种策划的人员，你去表演节目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售票啊、营销啊、团队啊等等啊，它都是为了能够让你最后能够在舞台上的那样子的一瞬间，能够让你去发光发热，对吧？让你表现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像这样子的一个幕后指导人员，很像一个幕后的一个很辛勤的，然后是很勤奋的，或者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人啊。他可能会在你的明年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以，就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不是看感情的话，也有可能在明年啊，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默默的起到一个默默的支持、默默的帮你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他。好，我们把指引牌先放一边，我们来继续看啊。明年你将跟谁相遇？为何相见的第二张牌。好，那第二张牌呢？这边抽到的是灵魂伴侣啊，灵魂伴侣。这个牌吧，其实抽出来以后，首先呢，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一旦抽到灵魂伴侣，其实它有好几层意思啊。什么叫灵魂伴侣？首先就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就是单身的朋友啊，如果想去看感情的话，那么灵魂伴侣会是非常好的伴侣，因为他会在精神上跟你连接，不仅仅是激情，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外貌的吸引，它有很多是灵魂上的契合。他能够跟你同频，他能够跟你同步，所以灵魂伴侣一定是感情当中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呢，灵魂伴侣啊，无论是感情还是不是感情，灵魂伴侣的出现啊，它都将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这个灵魂伴侣将要带给你的是智慧的提点，它将带给你的是个人的成长，它将带给你的是你的意识层级进入到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那么这张牌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看，就是说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到了明年之后呢，你随着遇见你的灵魂伴侣这个能量啊，这个发生，其实你就意味着自己
已经准备好了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因为当我们遇到灵魂伴侣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的状态很好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打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一个能量磁场，去接收，去勇敢的愿意去接受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不仅仅局限在感情里面，它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爱。无条件的接收，爱是高频的能量，去接受这个高频的能量，就代表着你就是高频能量的化身。所以无论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觉得自己的能量怎样？我觉得你到明年遇到这个人，他就意味着你的能量会很好。我觉得很多朋友第三组的，你们能量本身当下应该都还不错的我觉得你们能量应该都还不错的，要不然就是明年很快你会调试到一个很不错的自我状态中来。自信、勇敢、爱自己勇敢的接受，勇敢的去给予，那么你也将吸引到属于你的灵魂伴侣这张牌。好，我们来看一下，你将与谁去相遇，为何去相见如何去相见？我们的第3张牌，这张牌呢是明亮的这个心之光明亮的心之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之女祭司，就是这个女祭司代表的是心轮的能量代表的是心轮的能量。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就是说open connection 嘛。明年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一定会遇到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在讲人际关系，我们在讲情感关系，无论是谁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吧？或者是你跟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也可以跟小动物建立连接，当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那么一定是你跟另外一个能量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连接。这个连接代表着什么呢？我觉得代表的是你将内心闪闪发光。那么这个发光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是你看这个心之女祭司，她就算把手放在这个心这个地方，哪怕想捂着它，它的光芒都是在外放的在外放的。所以我觉得明年这个第3组牌的朋友，你将遇到的这个人呢他将带给你的是心轮的疗愈和心轮里面需要的能量那么你会散发出我觉得是很漂亮的一束光芒。这个光芒呢是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那么这个爱的能量就是这样一旦你接收过这种无条件的爱，你就知道无条件的爱是什么，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给予无条件的爱。那么练习接收的能力有的时候就是从爱自己开始，学习先接受自己，学习先好好的爱自己，保护自己，接受这个自己。那么慢慢的你就会有这个空间和能力去接收和吸引到你的灵魂伴侣，而这个人将会进一步的去打开你的心轮，激活你的心轮，让你真正的从大家看这个森林密布从森林里走出来，成为心之女祭司。它代表着可能第3组牌的朋友，等到你遇到他的以后你就可能会觉得说你不在原来的那个地方了可能有些朋友比方说你当下要觉得自己有一点好像没有跟很那个，比方说你没有遇到灵魂伴侣吧，你可能觉得自己跟他人的连接没有那么的紧密的话，那么明年当你遇到灵魂伴侣，你一定会觉得自己跟另外一个灵魂有很紧密的连接。如果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觉得自己有一点好像我好像是一个人呢，比方说你现在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你到明年遇到这个人，这个灵魂伴侣，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一下子你就建立起来了连接。我们看是打开了连接。当你跟灵魂伴侣相遇以后呢，你遇到他，你有了第一个连接，你将不断的去扩充我觉得这个人灵魂伴侣将带给你的是更大的世界，它会帮助你扩充，就是越来越多的连接，越来越多的好的连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有越来越多的好的那种缘分有的时候我们在地球上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很多好的缘分，好的连接，它不仅来自于爱情和感情，包括你跟朋友不同的圈子里的人去连接，去建立好的连接，去建立同频的连接，去分享你的所有，对吧？也去倾听别人的所有，这个所有可能包括天赋才能思想记忆
对不对？包括情感呐，包括这个表达呀，等等等等等等，你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大、更开阔，你的视野啊也将变得更加的，我觉得是高。好，这个是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有一些大家当前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些周遭啊，明年我觉得是将会被打开，所以你是从丛林当中走出来。如果当前有些朋友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束缚，有一点迷路或者是困住的感觉，或者有些事情你觉得你自己当前是控制不了的话，就好比说你想遇到灵魂伴侣，但你没机会呀，那么这种控制不了的情况在明年将会被打破。你将拥有选择，你将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机遇啊！这个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的一些信息啊，这是关于这个明年谁将与你相遇，为何相见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信息。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具体的连接一下这个人究竟是谁，然后呢，他有如何的特质。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里的指引啊，明年这个灵魂伴侣啊，跟你相遇的这个灵魂伴侣究竟是谁？他有哪些特质？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第一张牌圣杯十啊，圣杯十。那这个牌呢，我觉得啊，首先呢，这个人非常有强大的家人的能量。那么家人呢，我们其实去看啊，家人其实有好几个不一样的，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家人的能量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原生家庭；第二个家庭呢，是我们长大以后去选择的家庭；第三个呢，是我们选择家庭以后去创造的新的家庭。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选择的家庭就是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愿意跟谁做朋友，我们愿意跟谁成为彼此的人生伴侣，这个是我们选择的家庭，包括你可能之后会有的孩子等等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再往上走啊，可能会我们的这个能量会进一步的去打开，包括有些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祖先呐这个是比方说很伟大的人呐，或者是这个智者呀，他们可能当前都不再跟你一个维度，但是你仍旧可以通过比方说书本呐灵性的连接去连接他们的能量，这个就是更高一层的这种灵魂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家人了啊。所以呢，我们去看就是这个圣杯十的话，给我的能量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会像你的家人一样来到你的身边。那么今天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那如果这个是灵魂伴侣的话，这个人就会成为你的家人，无论是两个人要走多长时间成为家人，但是最终你们会成为家人，你们会在一起很久很久，你们会在一起相互的守护我这边看到大家会一起做饭，就你跟这个人可能会一起做饭，你们会一起去了解这个人间的烟火的气息是什么样子的滋味这个是圣杯十。那么第二个呢，我看到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明年你会遇到的这个人，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滋养的能量滋养，他会滋养，他会和你一起去培育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培育的东西呢，我们再看可能是比方说小孩，也有可能是他会跟你一起去培养一个你想去完成的一个什么创造，比方说你的一个想法，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那么明年也许你跟他一起灵魂伴侣就是会支持你，帮助你，让你做成这件事情。也有可能你有一个想法，想要去走出你当前的舒适圈，想要去打破你当前生活里的一个局限，你想迈出去，你想读什么样子的书，你想做什么样子的事，比方说你想读书本来是在工作，你想读书，不想在这个工作原地踏步，或者是你想去创业你不想在原来的这个岗位，或者是你想去做一个发明创造，或者是写书，这个灵魂伴侣就能够特别的理解你，他不仅能够理解你，他还支持你，他还会帮你做成你想做成的完成的创作或者是创造这个就是圣杯十很强很强的一种孕育的能力滋养你的能力。我们看第一张牌嘛，就是这个安娜，她是这个耶稣的奶奶，就是她在帮你去完成一个基础
啊，他在帮你去完成一个基础。那么最后呢，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人走到舞台的中央，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名气，或者是变得非常非常的那种很光鲜很亮丽，但是一定离不开后面这个人啊，后面这个人给你的支持。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明年你会遇到的这个人呢，很像你背后的那个支持者，他提供给你的东西，很多人都看不见，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提供你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那种滋养的能量。有一天如果你成为很有名的人，有一天如果你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你就知道这个灵魂伴侣他的功劳不小啊，他的功劳其实是非常大的，他给你的东西是很多的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于你的这个灵魂伴侣啊，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是什么。第二个呢，我们抽到的是魔法师。第三个呢，我们抽到的是金币9。哇，好。这个牌呢，让我看到了啊，就是说，关于你的这个灵魂伴侣的一些特质啊，你的灵魂伴侣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把它做出来。你的灵魂伴侣呢，同样啊，他也是一个能力很强大的人，他的能力的强大在于说，他对自己是非常坚定的，是非常自信的。那么在他的意识能量层级里面，他对自己有非常强烈的接受和肯定的力量，也就是说他非常了解他自己，他非常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会退缩的人。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层级里面，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一定是在某个层级里面跟他的能量是能够匹配得到的。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一定要去更加的去坚定，以及练习你的自我肯定、自我认定、自我认同，因为你即将遇到的是灵魂伴侣，你即将去打开你人生的下一个章节，你将去走入下一个意识的能量层级，更高的一个意识能量层级。灵魂伴侣来了，就是在标志着下一个章节的打开。所以我看到就是你接下来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会跟着这个灵魂伴侣蜕变成你生命当中的魔法师，蜕变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有主宰力、有强大内在力量的一个内核非常坚强的一个人。第二个呢，我看到就是这个魔法师嘛，他非常像是一个迎接。什么叫迎接呢？就是你明年将遇到的这个人，就好像是在这个门口迎接你的人，他像魔法师一样站在这个门口，他在问你，或者是他在为你准备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当第三副牌的朋友，当你们内心很清楚自己接下来想要什么样子的生活，想要变成什么样子的人，你就会遇到这个灵魂伴侣。那么他跟你的相遇，他跟你的相见，这个人是带着资源来的，他带着资源来啊，这个资源有可能是我这边看到可能是外在的一些资源，这个资源也有可能是他的能力啊，就是这个人他比方说他的技能啊，他的这个经验啊，他的沟通啊，表达等等，就是这个人是带着资源来的，他会有这么多的资源放在这个地方。那么你来到了这个入口啊，我这边感觉到就是这个能量，你来到这个路口，你来到这个大门之前，你就会遇到这个灵魂伴侣。那么你们两个人就像是有一个同频对话一样，你们会一起去打开一扇新的门。这个人他会用他的方式去助你一臂之力他会助你一臂之力。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魔法师的能量啊，非常的这个 powerful 非常的厉害啊，也非常的坚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金币9。金币9呢，我看到就是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明年将遇到的这个人，非常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在你的事业之路里面，或者是在你的这个求学之路里面的这个道路当中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我看到就是说，他会帮你实现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感觉。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创业的想法，你们有想在自己的这种工作或者是学业当中进一步的拿到一个什么证书更加的有能力或者是你像我们在讲考证可能就是一个 pass， 对吧？我刚才讲这个门就是一个 pass， 那么这个人他就是在你的这个考证的道路当中能够帮你去拿到这个 pass 的人。
所以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的，比方说辅导员，或者是说这个人会在你的这种去求这个证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个助你一臂之力的人。那么在工作当中呢，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比方说你要去拓展你的业务等等这个人就是很有资源很有资历，那么你跟他在一起，他将助你一臂之力，去敲开你人生事业当中的下一个大门你会进一步的往前。所以我看到这边他给你的感觉，第三组牌的朋友，虽然我们这边谈了很多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连接，但事实上这个人给你的一种，我觉得是这个机遇吧，非常的现实性现实性其实很强的。我们这边是魔法师将和金币9嘛，就是很强烈的一种显化，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帮助，它不是只是精神上的一种指导和向导，它还会在生活当中具体的拿出它的这个东西，或者是具体的能够让你做成一件什么事情，让你感受到自己的那种成就感金币9就给人感觉非常的辉煌，非常的这种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有很多很多机遇，这个平台的感觉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有些朋友这边你想在工作和事业当中更进一步，或者是工作和事业当中再往上升一级，明年你的灵魂伴侣会帮助你做成这件事情，完成你心中的目标，从而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会有进一步的使命，进一步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service， 就是这个耶稣的奶奶嘛，就是你有可能更大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责任和使命在等着你去完成。那么你要是完成更大的一件事情，就需要你的灵魂伴侣在当前推你一把，助你一臂之力，实现一个目标，那么来帮助你去打开新的大门。所以金币9我觉得会是在比方说工作上事业上金钱上包括投资等等，可能这个人会带给你很好的一个助力吧，从而你在生活当中，你在物质社会当中可以去更加的游刃有余更加的游刃有余。好，最后的一张牌，我这边听到有一些朋友这边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人也非常像你的经纪人我这边看到很像你的经纪人，或者是你的一个合作伙伴好，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世界。这张牌呢第一个我听到的信息就是说这个人他会是你的这一生当中的一个我听到是最后一个灵魂伴侣什么叫最后一个灵魂伴侣呢？可能就是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个灵魂伴侣，或者是2个灵魂伴侣这个人就是说他会来和你一起完成你的全世界。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时间是有一点有限的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活那么多年遇到了灵魂伴侣，如果遇到1个的话很幸运，遇到2个更幸运那么这个人呢，我看到就是说他会是你最后一个灵魂伴侣。如果是感情当中的话，刚才我讲过，他会是你的家人，你们会一起走完这一生这一世，不会再变了，不会再有分离了。第二个呢，这个世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着你们去成功的打开，成功的走入真正属于你的平台，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是比方说你想做成的事情你想进的圈子或者是你想结识的人或者是你想去改变到哪一个方向里就是那个属于你的世界，是随着你明年会遇到这个灵魂伴侣一起，我觉得你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成功你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成功。那么这个成功也代表着你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型可能你之前还是比方说跌跌撞撞或者是有一点尝试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受挫但是随着明年你遇到这个灵魂伴侣，你们2个人一起我觉得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顺遂，然后呢人生可能也会变得更加的平坦有这种平坦的感觉。那么你也会在那个属于你的平台，或者是属于你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是进一步的去施展你的魅力或者是去打开你的天赋，去做你灵魂使命当中你想做的，你爱做的，或者是你希望做成的一件事情
这边我看到是这个世界嘛，所以是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大的转变，最后的一次大的转型，会在明年遇到灵魂伴侣这个事件一起去带到这个成功的方向。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谕卡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神谕卡，看一下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这边我看到就是说，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伴侣或者是明年你会遇到的这个人呢，他有很强的处女座和双子座的能量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强的处女跟双子的能量你们去感觉一下。好，星座的能量只是一个参考，我们来看最后的2张神谕卡。OK， 第一个我们抽到这个神谕卡今天第3组牌的朋友 ，deeply 深深的深深的，他说呢，请你去深深的感受，深深的去探寻，去发现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们灵魂的一个目标。这张牌呢，让我看到和读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人跟你有共同的灵魂使命，他跟你有共同的灵魂使命，所以你们会相遇，所以你们会紧密的连接，所以你跟他之间是灵魂伴侣的关系。所以只有当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深深的感受到自己灵魂的使命，你们灵魂的目的，来这一世的地球是为了什么，想过怎样的生活，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想做成什么样子的事，那么自然而然你就将吸引到这个灵魂伴侣的出现。因为你要完成的这件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做，而是一起去完成。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第2张牌呢，我抽到是这个 boundaries，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底线。无论是灵魂伴侣、双生火焰、真爱连结、一生一世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要有底线的。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随着我觉得是意识层级的提升，随着你对自己进一步的了解、理解和认同，那么底线的能量，我觉得是你要去练习的，你要去了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 boundaries 就算是灵魂伴侣的关系，你也要清楚底线在哪里，你也要清楚自己的边界感在哪里。那么你的灵魂伴侣可能也会给你很强烈的感觉，是你们有很多的连结，你们可能无话不谈深深的能够感受彼此，但是也不是没有边界、没有底线的。所以 boundary 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学习和成长了以后，慢慢的就会懂得交叉不是重叠交叉不是重叠 boundaries 是建立好健康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而且呢是一直都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点这个是 boundaries。 那我相信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在相互的接触、相互的了解以及自身的提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明白这个 boundaries， 你们也会做得非常的好。好，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看你将跟谁去相遇，然后呢为何相见的一个能量和信息。那么希望呢这一期的占卜能够为大家带来好运，祝大家明年顺利。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